美女的奴性都是很重的啊，我们要的从来都不是讨好，而是被征服、被带领、被碾压。今天我要讲的内容呢，肯定会被大部分的人谴责，因为我要让你们做一个冷血自私的人。那以后呢，你就只用考虑自己的感受，先去把自己活爽了，再去考虑对他好啊。那这个时候呢，女人反而可能还会感觉到你的稀缺性和高价值，她才会反过来尊重你、敬畏你、依附你。啊，这种心态呢，我称之为唯我独尊啊。老规矩，我们直接上实例。这位兄弟呢是34岁，服装设计，自己有一个工作室，也有一个个人的品牌。而且这个兄弟还有一个隐藏的身份，就是他是2栋楼的一个包租公啊，上面传下来的嘛。那按理来说呢，以兄弟的这个条件，身边肯定是不缺顶美的。但是在初步沟通之后哈，兄弟就很坦诚的告诉我说什么啊？到现在他居然只谈过2次恋爱。第一段呢是大学期间谈了个3年的，然后呢女生一句我对你没有感觉了，最后就把这个兄弟给甩了。第二段呢是3年前找了个大学生，然后包干了对方所有的日常开销，结果某天啊发现对方的这个社交不干净，最后呢也分开了。而最近呢这个兄弟通过朋友介绍认识了一个非常喜欢的女生，相处了大概已经有大半年了，真的是花了不少银子出去啊。但这个女生的态度呢，从一开始的热情主动，也慢慢的不知道为什么就变得越来越冷淡了。现在啊，基本上是兄弟发一大堆过去，然后女生呢就回个哦好。那我在接手之后啊，我翻看了这个兄弟的聊天啊，我发现他有着大部分中国男人都会有的问题。来，我们看一下，女生呢这里说的是今天又加班了，好累呀。啊，兄弟怎么回复的啊？要我说你辞了算了，我养你就行了啊。女生又说了，那我还是老老实实加班吧。啊，这个兄弟又继续说了啊，以后你负责貌美如花，我负责赚钱养家，咱俩好好搭配，日子肯定过得不累的。那女生之后呢就没有回复了啊，而且在这之后啊，这个女生变得越来越冷淡了。可能很多兄弟觉得什么没问题啊，既展示了自身的高价值，又用幽默的方式去表达了好感。OK， 其实这个就是问题的根源。在你们男人的眼里，我养你这句话好像很 man 很霸气，是不是？但是实际上有能力的女人会觉得这句话是非常冒犯的，你是看不起我的。而缺乏能力的女人，或者说别有用心的女人吧啊，她们呢就会把这句话当作是免死金牌，然后就会理直气壮的去捞你，甚至是去抓你。所以你们要给我记住啊，我不管你再有钱，我也不准你以后跟任何人说什么我养你啊这3个字儿，因为它传递的是我要为你服务，我要为你买单的一种供养者思维啊。当然了，这还只是兄弟犯的第一个错。那第二个问题是什么？这兄弟呢，他这里说了一句以后咱俩怎么样，对不对？他俩的关系是什么呀？啊，还没有到那一步，他就已经开始在说未来怎么样的话了。这种话只会给对方带来压迫感啊，对方感受到的不会是你对关系的认真，而是你对这段关系的一个掌控欲望。好女孩大概率会感到窒息，她会恐慌，然后会开始逃离。那为什么我前面说唯我独尊能够对女生产生极强的吸引力呢？本质上啊，是因为一段感情的产生一定基于相处的舒适度，两个人先相处的快乐舒服了，然后才能够产生纯粹的感情。所以当你拿出唯我独尊的心态后呢，你要优先去考虑自己的感受和想法，你要先把你自己哄高兴了，然后再去对女人好。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高兴了，女人也就高兴了，这个就是双赢。当你们彼此都觉得相处舒服的时候，这段关系它还会轻易结束吗？当时呢，我也帮兄弟理清了这一套这个底层逻辑啊，然后呢，我就开始着手去培养他的一个心态。我当时就问他，我说现在他对你很冷淡，你还想不想找他呢？当时一个兄弟就回我，他说肯定想啊，但好像又觉得没有太大的必要了，挺累的啊。还记得我跟大家讲的唯我独尊的本质吗？先照顾好自己的感受，再去考虑女人。既然兄弟说他累了，那我就索性给他安排了半个月的一个锻炼期，对吧？与此同时呢，还帮他打造了一些朋友圈啊。过了1周多啊，有一天这个兄弟呢就主动的跑来问这个兄弟了，毕竟呢也被我们整个展示面给吸引了嘛，对吧？他就说在吗？啊，俗话说在吗骑手，要么小丑，要么高手。那这个女生很显然是后者，她这里就是看到了这个兄弟的所有的改变，所以她想来试探啊。我当时呢就让兄弟直接回了一句话啊，不借钱。来，我们回忆一下，这个女生为什么对兄弟冷淡？就是因为她每天都是一副财大气粗的样子。那我们这一次呢，就打破她的预期，一句不借，对吧？既能让女生知道哥已经变了啊，不是以前那个无脑砸钱的铁汪汪了啊，又能够反向试探出这个女生的目的到底是什么。那这个女生呢，当时直接怎么回复的啊？她说你想啥呢？看你最近没有动静啊，所以我才来问问你。那我们怎么回复呢？我们说那算你运气好，本来都打算把你删了的。哎，这女生直接秒回了3个问号啊！那看我们一直没有回复呢，女生又回来了一句话，说我惹你吗？你为什么要删我呀？来，换作是你们上场，那这个时候你们会干嘛？
是不是会开始去解释说什么？哎呀，我删你是因为你不理我呀，你又不珍惜我，对吧？你删他是为了逼他去珍惜你，那你说你跟小孩子耍无奈有什么区别？来，我们来看一下我是怎么回复的啊。我们就直接回复的说，我就单纯心情不太好，想删点人发泄一下。知道世界上最高级别的傲慢是什么吗？三体里面有句话叫做毁灭你们与你何干啊，这个就是一种绝对的掌控力。只要我对自己有足够的自信，那我就不用考虑你的任何想法，只需要强势碾压过去就够了。而我们这里呢也是一样的，我们是在告诉女生，我删不删你纯看我的心情，至于我的心情为什么不好，你自个儿琢磨去吧啊。那这个时候你的强个体属性就会演变成你的自身稀缺性，然后女生呢她就反而会额外的去重视你。那这个时候呢女生就回复，她说的是什么？哎呀，不就是一段时间没有联系吗？你至于吗？而且你不会来主动找我吗？哎，看到没有？大家不要觉得这个女生很不讲理啊，其实大部分女生都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反正不管出了什么问题，都是男生得去主动。所以我们是怎么回复的啊？我们直接说，你是不是男模点多了啊？模子天天跟你说姐姐不用动，弟弟全自动，你还真信啊？睡了，明天我还跟别人有约。说完这句话呢，我就让兄弟直接打开了免打扰，然后就去休息了。既然女生现在还搞不清楚状况，那我们就不用扯了呀，免得坏了心情。而现在的女生啊，她会有什么样？她会有3种情绪。首先呢，她会愤怒，因为一个长期处于低位的人突然去冒犯了她，他会出于本能的来争辩，甚至来诋毁。当我们一直不理他之后呢，他就会去疑惑，他会去猜测。那兄弟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变化？是真的是因为不喜欢了吗？还是故意以退为进呢？当他怎么猜他都猜不出来答案的时候，他就会恐惧，因为他会下意识的去锚定最坏的结果，那就是兄弟真的是不爱了真的可能要离开了。那到最后呢，他就会不断的去反思自己，甚至会去惩罚自己。这也是一种就是唯我独尊的一部分叫做好心情留给自己，坏情绪留给别人。等到第二天下午的时候，这个女生又来消息了她就问兄弟说，怎么样，约会顺利不？我们呢干嘛？我们还是用问题去回答问题，说你是以什么身份在质问我呢？那女生是秒回的，就说朋友之间关心一下还不行吗？那我们直接就回了，朋友那你这是太平洋的官没事管得宽。那女生又回复了说，你现在说话怎么这么冲我这不是在关心你吗？然后我们怎么回复的？你去买包之前老板打折卖你不要，这会儿老板要卖给别人你又要闹了你这是哪门子关心我看你是黑心还差不多那女生这次呢过了10多分钟才过来跟兄弟解释她就说我之前不也主动来找你了吗？就算我有问题，那你也可以直接跟我说呀，你为什么要发这么大脾气那我们就直接回复了，我们说你的意思是百米接力，你就往前挪一步，剩下的全要我来呗，对吧？完事了你嘴上还来一句加油，是这个意思吗？看来你还挺适合网恋的，反正都是打2个字的事儿。那在这之后呢，我就让兄弟直接把这个女生给删了。那最后的结局你们应该也大概能猜到，因为我对他们的感情以及对这个女生的性格是有把控的。后来就这个女生看到自己被删了，肯定就很生气嘛，大半夜的打来电话，直接对这个兄弟就是又骂又闹的就是说这个兄弟很狠心嘛，然后骂着骂着自己还哭了，还跟这个兄弟说自己真的很难过，让兄弟去他那儿喝点这什么意思也不用我多解释，对不对？两人的感情不就一下就上升了一个度吗？还是那句话，所有的问题在解决了之后呢，两个人一定是要去深入沟通的，否则这一次问题解决了，以后还会无限个问题产生。那深入沟通的时候呢，就是你立规矩，树立自己的一个意识体在别人脑子里的一个关键时期。那后来两个人的关系升华了，那自然这个兄弟他就会很开心，对不对？那我们再来复盘一下好吧，你们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全程我们其实是没有考虑过这个女生的感受的，但是这个女生反而变得越来越主动了，是不是？这个就是唯我独尊的一个核心，就不要对感情抱太强的目的性也别在相处中去说出超出阶段性的话，相反你要多去考虑自己去培养出我本位的一个思维模式，那你才能够掌握你的世界，到时候你再去征服一段感情，是不是就轻轻松松了？ OK， 还是那句话了，弱者才会去钻研什么感情或者是技巧之类的，而强者只带你是人性。 OK， 我是A段。